以前在江苏某饭店做了2年的厨师长，曾经的一位食客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竟然联系上了我。前天深夜他发消息说：有才啊，太高兴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以前在那个店里做的腌辣椒真的太好吃了，很怀念那种味道。后来我自己尝试做，又找厨师朋友帮我研究做了很多次，可是味道总感觉不对。你能告诉我你那个腌辣椒是怎么做的吗？虽然它只是一个小菜，但这对于我来说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因为那是记忆中家的味道。漂泊在外就像无根的浮萍，但是你的那个腌辣椒却让我感到很满足很幸福，感觉家就在身边。我告诉他说，那个腌辣椒其实并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们以前后厨的一个阿姨做的。他回我说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可是真遗憾呢。他以为这只是独属于他的思念和幸福，可是他不知道这个腌辣椒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。这个阿姨是被我们称呼为老娘的一个人，因为她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，但是我知道她是最疼我的。她有次跟我聊天说，小李啊，老娘告诉你这个辣椒怎么腌哈，多少年以后咱们不再见面了，你一吃到这个辣椒就能想起你老娘了。首先我们准备青线椒和小米辣适量，青线椒腌制出来的味道和口感会更好，小米辣相对来说肉质较厚，腌制时较难入味。这里主要是来搭配色泽。把辣椒清洗干净后沥干水分，开始改刀，先去除其质地，然后把其切成斜的厚片。小米辣大的就1片2，小的就不用切了。然后把改刀后的辣椒放在无水无油的玻璃瓶中。下面来调配制作辣椒卤水的香料：桂皮1小段，八角3、4颗，香叶2片，花椒粒1小组，香葱节1颗。开始制作。在制作之前，我们要记住，熬制时千万不能使用这种普通的铁锅，因为铁锅内没有油分保护的话，很容易就会发生氧化反应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不信是吧？那咱们先用铁锅来演示一遍。首先，我们向锅中加入水1勺，生抽2勺，白糖少许。白糖在这里的作用不单单是调味，它还能起到一个上色的作用。我们再来加入味精少许，下入香料，再加入味极鲜半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铁锅边缘沾上的酱油已经发生焦化和氧化反应，这样熬制出来的卤水汁会有苦味。刚才那个抬杠的，你现在信了吗？所以熬制这种知识，我们要在砂锅或不锈钢或不粘锅中进行，保持微沸的状态，用小火熬制10分钟左右，把香料的香味熬出来，然后关火浸泡收味，用细漏滤去杂质，让汤汁自然放凉即可。把放凉的汤汁倒在玻璃瓶中，直至淹没辣椒，盖上盖子密封保存，2天后就可以吃了。这种腌辣椒的味道很难去言说，你只有自己尝过后才会明白那种撩人的感觉。搞定了！一日3餐记得按时吃饭。